这是1998年迪奥高级定制秀上由设计师 John Galliano 打造的中国风造型。Galliano 在采访时说，这些银饰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苗族。这是2019年《纽约时报》中介绍苗族刺绣的一期视频。下面外国网友留言说，这么美的衣服应该放进卢浮宫去。我心想，大家知道的博物馆就只有卢浮宫了吗？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外国人第一次被我们的民族服饰所震撼了。早在清末，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就被苗族服饰的华美所震撼。另外，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也来云贵地区民间大规模收购各民族传统服饰，并且把他们的旅程称为寻根之旅。再到20世纪末本世纪初，法国媒体和电视台成群结队的来中国拍摄苗族纪录片。L'Empire du Milieu compte en tout 55 minorités sur son territoire et parmi elles, celle des Miao dans le sud du pays.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好奇，外国人到底在这里发现了什么？难道他们在我们的民族服饰里发现了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宝藏？看到这里，你们应该知道我填坑来啦！去年因为报道奥运服饰的机缘，我结识了民族服饰博物馆时任馆长贺阳老师，他热情且毫无保留地带我进入了民族服饰的美丽世界。好喜欢哦，好看，立马就变成双肩背了。天哪，太会了！我觉得中国设计师们真的应该都从这些传统的服饰里去找灵感。当时的那次试衣真的完全颠覆了我对于苗族服饰的印象。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那种感受是服装带给我的最直接的震撼感，内心的小火苗就这样嗖的一下被点燃了。我知道这次是挖到宝了，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个坑我却整整填了1整年。首先，我能找到的资料太有限了。苗族因为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文化都在他们的图案里，而市面上能找到的介绍苗族服饰文化的书籍少得可怜。况且，这也不是一个可以只从书本中认识的世界。我必须要看过足够的衣服才能对它产生体感。所谓要认识一只豹子，你需要先成为一只豹子。还好有贺阳老师。在过去的1年里，他不仅慷慨地跟我分享近10年来他去苗族实地考察获得的资料，还为我联系了苗族当地学者雷老师，让我能实地去感受苗族服饰的触感，从而原地变成一只豹子。于是去年1整年，我走访了中国各大传统服饰博物馆，在贵州省博物馆里泡了1周，看了大量民族服饰收藏，又去丝绸博物馆泡了1周，当然还查阅了大量和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服饰相关的中文和外文书籍。日子从早春延续到了早春，才有了接下来你们即将看到的这一系列传统服饰之美。所以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1期。这一期我们先来说说我在了解苗族服饰过程中感受到的最震撼的5个点。1. 全中国最强悍的颈椎来自苗族人。苗族头饰给你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觉得是大、重，好大好重。我一直很好奇，他们常年顶着这么大一个发髻走来走去，不会得颈椎病吗？苗族的头饰保留了中越文化历史上盛行过的款式，也就是说，我们在苗族妇女今天的发型中能找到我们历史上各个朝代出现过的发型的影子。不信我们来试试，把我国古代各朝代的出土文物和今天苗族不同分支中的女性发型组个 CP， 你们弹幕评一评，像不像？怎么样，震撼吗？围绕着这些从古代穿越过来的发型，还发生过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据说日本学者曾经觉得周西苗族妇女的头饰和日本妇女的传统发饰极为相似，她们都会把头发在额前压成像帽檐一样的弯月形，然后在上面一层再做发髻。你们说日本妇女的传统发饰怎么会和今天周西苗族妇女的发饰这么像呢？就在网友们又要开始一场论战时，还好有专业人士出来指出，这俩发型的源头可能都来自中国隋代的发型。我心想，日本学者难道不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曾吸收了大量唐朝的文化吗？
我觉得发型就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长相普普通通的女孩戴上这样的头饰，立马就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气场，是不是超级有仪式感？虽然说这里面的很多发型日常使用可能会吓到你的同事，但是不得不说它们有着很好的防身功效。还有一些规模小一点的颈椎友好的发型，我觉得今天人如果能照着样子盘出来，搭配上现代的服装，走在大街上，回头率绝对爆表。2，它穿越千年，和我们在今天相遇。大家可能不知道，苗族有近200个分支，每个分支的服装都不一样。这是芒宽苗族的上衣，这个大袖前的白布接袖，是不是和汉代以前的中原服饰很像？这是梭嘎苗族的男装裙裤，是不是和魏晋时期的大口裤很像？这是八宝苗族的对襟上衣，是不是也和隋唐时期的半臂有点撞衫？苗族服饰被称为是中国服装史的活化石，因为苗族历史上大规模的漫长迁徙和各民族的文化互动很多，再加上苗族文化本身的包容性，所以它能吸纳历史各个时期、各个朝代、各个民族的图案和形制精华。所以在苗族服饰中，你几乎能看到历史活在今天的样子，这是多大的宝藏啊！研究到这里时，你可能会想，西方人不会是因为看到了我们民族服饰的考古价值，所以来考我们的古了吧？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3，东方之美，东西与共。西方人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兴趣，可不仅仅是为了考古。了解历史的同学都知道，因为当时西方对于前东南地区边境国土垂涎3尺，所以在当地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调研，也因此留下了一系列极为细致的社会学著作，反而成了今天我们能够找到的极其珍贵的素材。除了对我们国土的兴趣，西方人对于苗族服饰的兴趣也由来已久。早在清末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就被苗族服饰的华美所震撼，他们花巨资想要收苗族妇女们的衣服，然而收获却寥寥无几，因为苗族妇女们珍爱她们的刺绣，就像西方女性珍爱她们的珠宝一样。那你可能想问了，现在如果还想要收藏这些民族服饰，要花多少钱啊？你们猜，比如这样一套在色彩、工艺、纹样等各方面都称得上精美的苗族盛装服饰，如果你想收，大概要花多少钱呢？当然啦，现实是这样水准的苗服现在已经是可遇不可求了。衣服不容易买到，但知识还是很好学到的。以下是我找到的一些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与苗族少数民族相关的一些著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找来看。另外，我想到1年前当我拜访贺阳老师时，他也跟我提过，当外国专家来参观民族博物馆时是如何被震撼的。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博物馆苗族厅，当时有那个英国的那个V&A 的那个博物馆，它有亚洲部嘛，他也到我们这来看过。哇，这太时髦了吧！就那衣服还没穿呢，就摆着了，他就说好时髦。眼力很好，眼镜穿一下他都会疯了，太惊讶了。果然，美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虽然东西方各有其美，但是各美其美，才能美美与共嘛。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人类创造的杰作面前，我们的感动是相通的。特别是在今天一直统治着现代服装审美的西方时尚圈集体摆烂、缺乏创新的时候，苗族服饰让我看到了一股清流。我仿佛看到了中国传统服饰为现代化的全球审美带来新意的可能。就比如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点，简直就是中国传统服饰中的大智慧。如果能和现代服饰结合，相信一定能够震惊世界。4，一方布的结构之美。如果你仔细观察过一件苗族服饰，比如我身上穿的这件苗族服装，你会发现它的结构很简单，2块方布往身上一搭，就搭出了一件衣服。而这2块布绕到后面又可以变成绳子，打个结，立马就有了修身效果。这件衣服也是同样的结构，2块布一交叉搭出了形，后面一条绳子系住，就固定成了一件衣服，而后背又自然会形成一个空间，也就成了衣服的立体轮廓。我觉得这种简单而又变化无穷的服装结构真是太妙了，这也是中国很多传统文化中的大智慧。看似平平无奇、朴素简单，然而却能够以少胜多，以简胜繁，以不变应万变，以单一廓形应变任何身形。贺阳老师曾经在意大利展出过苗族服饰结构中一方布的概念，结果好多外国人在看展过程中泪流满面，甚至有外国人跑过来问他，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拿过来展览，不怕西方设计师抄吗？
设计行业经过那么多的抄袭事件，我觉得应对设计抄袭最好的方法绝对不是捂着不给人看，而是更广泛的去普及它，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这是中国的。5. 百般红紫斗芳菲。苗族服饰除了结构精妙，色彩也同样是分分钟秒杀我们的现代服装。研究苗族服饰的过程中，我发现苗族人的衣服上轻轻松松就有5种以上的颜色，而他们处理起来一点难度都没有，而且处理得相当好看。这是我们了解多少色彩法则都搭配不出来的浑然天成。不同颜色的各种几何图案会被苗族人用拼布的方式组合在他们的服装中，这种色彩组合的大胆和不俗套，我可以说是超越我见过的大多数国际顶级品牌秀场上的服装。其实少数民族部落中的色彩功力早已是全世界专业人士的共识。法国高定传奇设计师 Christian Lacroix 曾经这么评价东方民族部落的色彩搭配功力：这些女性的穿着比任何来自西方的时尚都更能诉说她们自己的故事。作为生活在一个平庸且格式化的世界里，使用的每一抹色彩都落入俗套的西方人，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吸取多少有关自我表达的灵感。让拉库瓦震惊的不只是东方女性对于色彩的直觉，还有她们那双永不停息的手。她们花如此多的时间在手工活上，简直就是在编织她们的人生。拉库瓦的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这些女性的人生确实在她们自己手上。为什么这么说呢？下期我们就来说说苗族部落中一个非常重塑我三观的观念，他们的婚恋观，以及少数民族部落中保留了哪些我们祖先让人震惊的价值观。我认为这些才是我们传统服饰的底层精髓，是任何人都抄不走的，是我们真正的宝藏，也是我们未来能创造出震撼世界的现代服饰文化的那个根。好啦，我们的传统服饰之美的第1期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还会有至少2期内容。我不得不说，和中国传统民族服饰的结缘是去年一个非常美好的意外。虽然我还只是刚入了个门，但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我所看到的美和惊奇却是难以计数的。我无数次的被少数民族以及我们华夏祖先一脉相承的智慧和文化所折服，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创造力，贴近直觉，博大精深，从容自足。研究过程中，我有幸遇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他们都毫无保留地为我提供了支持和帮助。每一个人仿佛都抱着同一个心态，这些东西太好了，我们一定要传下去。欣喜的是，发掘中国传统之美这个火苗现在已经越烧越热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我点赞、收藏、转发，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期内容，能看到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美。希望这系列视频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来这方面真正的豹子。我们希望能认识更多在致力于传承和传播东方美学的人和他们的故事，让这些真正的豹子能够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让我们民族的美学能够薪火相传。好啦，也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